我叫周怡，是名实习外卖员。阴差阳错之下，我成了送医人，为冤魂开道，送亡者上路。这一切还要从前天晚上讲起。大概凌晨1点左右，我接到了一个新的跑腿订单，让我买些止血药和纱布送过去，跑腿费是15元。收货地点很奇怪，在一个十字路口。大晚上的，十字路口没有其他人，只有一个老太太正蹲在火盆边，边哭边烧纸钱。我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问是不是她的单。是我的。是烧给去世的亲人吗？烧给我死去的女儿。我梦见她站在这个路口，她的肚子被剖开了，她让我给她买点纱布和止血药。曼曼，我可怜的曼曼，你被骗到缅北那个地狱里，你怎么安息啊？曼曼，缅北这2个词让我浑身一震。你女儿是不是叫叶曼曼？是啊，你认识曼曼？她以前是不是在安大上学？是啊。我整个人呆住了，思绪瞬间回到3年前。大2时，我暗恋同班的叶曼曼，她温柔优秀，我却内向贫寒，只敢偷偷送零食。富二代杨磊追求叶曼曼被拒，发现是我送的零食后，当众羞辱我，让我下跪。叶曼曼及时出现，呵斥了杨磊，还温柔告知我他大学只想学习，感谢我的喜欢，也说明了不谈恋爱的想法。杨磊恼羞成怒，辱骂叶曼曼及其家人，本以为他会找麻烦，却没了动静。暑假后，叶曼曼因家境一般想找兼职，被中介骗去缅北失联的消息传开。杨磊得意地跟我描述他在缅北可能遭遇的悲惨下场，我怒而与他扭打，打断他一根肋骨，赔了很多钱，还被学校开除。3年来我辛苦工作还债，今晚竟遇到了叶曼曼的母亲。在我回过神时，前方的老太太居然不见了，上一秒还燃烧着的火盆也没了踪影。黑夜中的十字路口，分明只有我一个人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大活人怎么转眼就不见了？送外卖的，你堵在路口干什么？神经病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看见一个老太太在这烧纸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我正觉得奇怪呢。烧纸钱的老太太，她是不是上身穿着绿衣服，下身穿着黑裤子，戴着老花镜？你怎么知道？1个月前，就是那个老太太大晚上在这路口烧纸，被一辆酒驾的车撞死了，这事儿还上了新闻，你不知道啊？你在开玩笑吧？难道我遇见的是鬼？滚，你遇见的是什么？妈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我立刻摸出手机，搜索关键词安阳市路口酒驾老太太，搜索词条第一个是司机夜间酒驾撞死老人，酿成惨剧。我点开网页，赫然出现了2张照片，是刚才的小黄毛司机和烧纸的老太太。1个月前的凌晨，小黄毛司机酒驾撞死了在路口烧纸的老太太，司机惊恐之下错打方向盘，撞上电线杆，车辆起火，自己也当场身亡。难道我今晚遇见的都不是人？我立刻逃命似的离开了那个路口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一路上我始终觉得背后似乎有一双眼睛一直都在盯着我。回到出租屋，关上门，那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才消失。老周，你怎么把门反锁了？带男们回家了？靠，不知道去酒店开房啊？胖子是我的合租室友，干房产中介的。开门后见胖子脸色不好，鞋都没脱就倒床上，像是累坏了。之前听他说有客户称买的房子不干净，说夜里看到穿红裙的女人在客厅爬，要求退房。胖子觉得是客户因房价跌后悔找茬，便约定去那房子住1个月挣清白。今晚本该是最后一晚，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见他秒睡，我没问，洗完澡也睡了。半夜里，我忽然听到一种古怪的动静，我迷迷糊糊睁眼，就看见对面床上的胖子正用自己的手不停挠着床板。我刚想叫醒他，黑暗中又响起了敲门声。一看手机，此刻是凌晨的3点，谁还会敲门？我正奇怪，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老周，开门！胖子，怎么会是胖子的声音？你反锁干嘛？听见没？开门！黑暗中，我从床上翻身而起，屏住了呼吸。门外是胖子，那对面床上睡的是谁？下一秒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亮起的屏幕照亮了不大的出租屋。微弱的光线下，只见对面睡着的胖子脸色惨白，毫无血色。他抠床板的手不知何时也停下了，躺在那儿就像一个死人。手机持续响着，显示来电号码0231的手机尾号，让我眼皮直跳。止血药和纱布的单主就是这个号码。外头的胖子是假的，是那个老太太。她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缠上我？喂，老周，快给我开门！你不是胖子，你是叶曼曼的母亲。周姨，快开门跟我走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宿舍里睡了个什么东西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太厉害，快跟我走，有人能救你！快，他要追上来了！时不时的，他就会朝我身后扔一把灰，
每扔一次，他的身影就变淡一些。阿姨，你的身体怎么回事？我消耗太多，鬼体快要消失了。那女人是个厉鬼，她盯上你了。躲进那个保安亭，里面的人能保护你。而此时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抓挠声，回头一看，红衣女鬼忽然已经逼近，她四肢着地，如同蜘蛛一般，猛地朝我扑了过来。我跟你拼了！小周，纱布和止血药送到十字路口，慢慢会来取的。你要救他，你一定要救他！快躲进去！冲入保安亭的瞬间，里面正在吃泡面的年轻人抬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，将手里的一次性筷子朝女鬼扔了过去。不算重的筷子，此刻居然像两支箭一样，直朝女鬼心口射去。他走了，不过被他盯上，接下来肯定还会找你。大师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是怎么惹上这种厉鬼的？还有刚才那个老太太，自己那么弱，居然拼着魂飞魄散也要保护你，有意思。我也不知道，一切都从我接到跑腿订单开始。看来那红衣厉鬼是被你舍友带回去的。至于那个叶漫漫，如果是惨死在国外，很可能她的鬼魂还在受苦，没有得到解脱。至于那老太太，她拼死救你，应该是想让你帮她女儿解脱。叶漫漫的鬼魂还在国外受苦吗？我该怎么救叶漫漫？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大师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凭什么帮她？我可以出钱。钱？你能出多少钱？3万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救缅北的冤死鬼？你不怕死？我怕，但如果他的鬼魂还在受苦，我就一定要救他。他是个很好的人。天快亮了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？什么说法？人有影子，而鬼是没有影子的。他这么一说，下意识的我就往地上看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但保安小哥没有影子。想救他，你得先见到他。小伙子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？阿姨，我没事。这里是20年前倒闭的新北制药二厂，我昨晚跟着老太太，居然一口气跑到了10多公里外。你肯定是喝多了，年轻人还是要注意身体，睡哪儿不好？你睡到新北二厂来了，这地方邪性的很，你不知道啊？阿姨，你说这制药厂邪性是什么意思啊？莫非是闹鬼？可不是咋的，以前出了事故，好像是发生什么泄漏，死了好多人。对了，有一个年轻的小保安冲进去救人，救了10多个，但他自己却死在里头了。这地方有时候晚上会闹东西，好像有人哭，都说是当年被烧死的人在哭。看来我昨晚遇见的就是那个救人的保安小哥，他不是坏鬼，他是在指点我去那个十字路口见叶漫漫。随后我忐忑地回到出租屋，却发现胖子在家，不过这次回来的是真胖子。想到保安小哥说红衣厉鬼是被胖子带回来的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胖子，你那个闹鬼的房子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也没有啊，哪里闹鬼，就是嫌房价跌了，想退房呗。你住了1个月，没遇到什么怪事？没有，还遇到美事了。我平时住那儿，每天早晨上班都会遇到楼上的业主，我们每天都能在电梯里遇见，还会聊天，是个大美女，爱穿红裙子，美得要命。你跟她聊天，是不是还提起过我，提起我们住的地方了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他问嘛，我就跟他实话实说了，他一点不嫌弃咱们是打工仔，还说我人很好呢。看来胖子每天清晨遇见的女业主就是那红衣厉鬼，但是为什么他不害胖子，却要来害我？还有昨天晚上，为什么我会接二连三的遇见不干净的东西？难不成我点背？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也没心思上班。然后我就去浴室洗澡，脱下衣服后，我吓懵了，自己胸口的位置居然出现了一张黑色的鬼脸。这东西肯定是那红衣女鬼留下的，她彻底盯上我了。昨晚有老太太拼死相救，又靠着保安小哥庇佑才躲过一劫，今晚我该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我想起了本地的一个阴阳先生，听说那先生很厉害。这活人身上都有3把阳火，阳火在，脏东西就不敢靠近。你接连见到他们，说明你的阳火太弱了。小伙子，阴邪最伤阳火，你呀，一定是晚上用手太多伤阳气了。我发誓，晚上再也不敢随便奖励自己了。你胸前那个鬼脸，那是鬼烙印，是那红衣女鬼给你留下的印记。她今晚肯定还会来找你。穿红衣的鬼是大凶，我没本事对付，只能教你个办法，至少能在今晚暂时保住你的命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胡。你身上这件衣服真好看，哥哥能用零食和你交换吗？好啊。大虎，
你愿意和我交换吗？我愿意。成了。话说这真的能让我度过今晚吗？我立刻拿了他的小外套，拔腿就跑，生怕被他妈妈发现。一入夜，我就买好东西，等在了那个十字路口。时间越晚，路口的车辆和行人就越少。到凌晨1点左右，十字路口已经彻底没人了。我紧紧攥着装药的塑料袋，竖着耳朵听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从身后响起，我紧张的转身，就见身后的路口处赫然站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。但无论她穿得多么风尘和暴露，我还是一眼看清了她的脸，如同记忆中一样，眼神干净，神情温柔，是叶漫漫。周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姨让我给你送药。周姨，谢谢你。我妈为什么没来？阿姨为了救我。对不起。都怪我，当初太轻易相信别人，才会被骗。一切都是杨磊设计的，那家中介和杨家有关。周姨，我妈愿意救你，那你就好好活下去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终于有药了，谢谢你。漫漫，我一定要救你。狗日的杨磊，就算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搞死他，给你报仇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救你？你快走，他们来了。话音未落，十字路口尽头处突然升腾起一阵黑雾，紧接着10几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其中，他们显然也是鬼。其中一个满脸刀疤的男鬼用一种怪异的语调道：“0217，逃跑的人要接受惩罚。”说话间，他们朝叶漫漫冲了上来。保安小哥说过，叶漫漫的鬼魂还在受苦，很显然，这些就是欺负他的鬼。下意识的，我拽住了叶漫漫的手，跑。0217，你居然还找了帮手，弟兄们，把那个洋人也一起带走。叶漫漫一听，立刻甩开我的手，并且推了我一把。快走，别被他们盯上。周姨，你救不了我，好好活着，替我好好活着。我被他一推，一下子退出老远，整个人跌倒在地。再去看时，叶漫漫已经被那群人抓住，他们用一根绳索拴狗似的拴住了他的颈部，将他往十字路口拖。漫漫，那群鬼抓住叶漫漫后，就对我失去了兴趣。他们拖着叶漫漫走到了路口的黑雾里，叶漫漫的眼睛一直看着我，眼中充满悲凉。他嘴唇开合，似乎对我说着什么，但距离太远，我听不见。下一秒，他们全都消失在了黑雾中。到底该怎么样才能救他？他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不该死了还在受苦。就在我痛苦万分时，一阵风吹过，空气中突然传来一股淡淡的腐臭味。我转头一看，只见黑暗的路口处赫然出现了一抹红，一个头发披散、穿着红裙子的女人正缓缓朝我这边飘过来。是昨晚那个红衣厉鬼，她果然缠上我了。刚才还在这儿，怎么没了？周姨，你躲在哪儿？我听见你的心跳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等等，他没认出我，看来这外套起作用了。我叫大虎。你是个傻子。我是个傻子。你见过周姨吗？她长这样。说话间，他的脸就开始变换，居然变成了我的脸，这种感觉太诡异了。我盯着眼前满脸尸斑的自己，强行镇定道：没见过。周姨，我听见你的心跳声了，你躲不掉的，我需要你，出来吧，我会抓到你的。那诡异的声调听得我汗毛倒竖，只能在心里祈求他能早点离开。可时间1分1秒过去，红衣女鬼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路口传来一阵动静，隔着外套隐约能看到一个骑着车的人朝我这边过来了。烤红薯喽，热腾腾的烤红薯，年轻人要不要买个烤红薯？吆喝间，那辆3轮就骑到了我身边，我懵了，正经人，谁大半夜卖烤红薯？该不会又是鬼吧？小伙子，尝尝不，没剩几个，便宜卖你。他的动静将游荡的红衣女鬼给吸引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怎么在头上顶着件小孩的衣服？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大虎，把你的盖头拿下来。不行，我妈不让。你妈是谁？我妈就是我妈。你的话我听不懂，还是把盖头摘下来。你不是傻子，你是周姨。在我面前害人，当我老头子是死的。小伙子，买红薯吗？买。我白天在东湖公园卖红薯，今天生意好，紧赶慢赶，现在才过来。老爷子，你现在赶过来是要祭拜什么人吗？这路口上个月撞死人了，死了的司机鬼魂还在这里徘徊，他家里人联系到我，让我送那死鬼上路。你也想上路吗？这老头居然一句话就将红衣女鬼给吓退了，难道他比保安小哥还厉害？小伙子，帮我个忙行吗？没问题。孙元，来领钱了。孙元，来领车了。孙元，该吃饭了。很快，我的叫魂声和老头的摇铃声形成了一种契合的节奏。随着脸盆里的玛莎拉蒂烧成灰，路口处突然刮起一阵阴风。民间管这种卷地风叫鬼旋风。鬼旋风出现，一般是有脏东西来了。果不其然，路口尽头处
出现了一辆白色轿车。我靠，玛莎拉蒂，我妈终于大方一回了，谢了兄弟。孙岩，吃点东西再走。怎么是臭的？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不吃不吃，我的车撞坏了，一直没法上路，现在有新车，我得赶路了。你迟到了，开再快的车也认不清路。吃完红薯，脑袋清楚，心里明亮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认路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想不起去下面报道的路？我想起路了，谢谢你呀，老头。路上开车小心点。小伙子，今晚谢谢你的帮忙。不，是我该感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是个高人。高人算不上，我只是会些送阴的本事，帮一些游魂野鬼上路而已。那个红衣女人可不是游魂野鬼，她是一只厉鬼，连她都怕你。她不是怕我，她是怕我动她的孩子。鬼还有孩子？你身上都是阴气，看来她彻底盯上你了。我跟她无冤无仇的，想不通她为什么会盯上我。上车吧，去我家说。老爷子，我来推车，您歇着，把地址告诉我就行。老爷子，我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姓马，认识的都叫我老马头，你就叫我一声马叔吧。马叔，今晚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今晚能遇到我，说明你命不该绝。紧接着，马叔跟我说起了红衣女鬼的来历。那个女鬼叫陆小娜，出身豪门，20岁不顾家族反对，执意下嫁乡下穷小子，父母心疼女儿，陪嫁现金、公司、别墅助女婿创业。她生下2女1子，相夫教子，丈夫却在岳父母帮助下事业腾飞。弟弟车祸离世后，作为独女的陆小娜成为亿万家产唯一继承人，眼看财富唾手可得，但那穷小子等不及了。有一天，男人在公司加班，一场意外的火灾将家中的岳父、岳母、陆小娜和3个孩子全部烧死。所有的证据都证明那是一场意外。那个男人继承了王琦家所有的财产，下半年他就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从此过起了人上人的生活。该不会是她丈夫干的吧？为了她的家产。那地方后来闹鬼，闹得厉害，那个鬼就是陆小娜。不过她父母并没有变成鬼，但她和3个孩子都成了鬼魂。她怨气很重，根本不肯上路，发誓要找男人报仇，而且她还想养自己的鬼孩子，所以她才会害人，吸取活人的阳魂，喂养那3个鬼儿女。我是天上的孤臣命，一辈子无儿无女。我年轻时娶过一个媳妇儿，她人很好，但早早就死了。我后来跟着师傅学了送阴的本事，才知道自己的命克妻克子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干脆一个人过。一转眼，我今年也整整60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这辈子就快到头了。有的人爱了一个人就是一辈子，有的人却能为了利益对自己的妻儿下手。这是用100年老坟头的茅草根和王者精做的替身人偶，你现在就拿着它出去，一直走到你遇见第一个人为止，然后你就走过去，问他你看我是人还是鬼？对方如果回答是人，你就说看错了，让他仔细看看，一直到他改口说你是鬼为止。记住，天亮之前一定要问出个结果，如果问不出，那这替身术就失败了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我上早八的伞兵领导，老子上5000块的班，干5万块的活儿，还要陪酒，我陪你早八。大哥，你看我是人还是鬼？是人，是人是鬼？我看看，是人，你是人？你看错了，再仔细看看，你看我是人还是鬼？你是人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是人还是鬼？你是人，你再仔细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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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人。早八的兄弟，你再好好看看啊，看我是人还是鬼？神经病啊！我眼睛都看花了，我再看看。我看清了，这次我看清了，哥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，你跟我一样，你是个淹死鬼。说完，他就醉醺醺的转身。这次我没拦他，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醉醺醺的男人走到前方的桥边时，趴在桥边呕吐，但他没站住，整个人顺着护栏直接掉了下去。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了，这是个下班喝酒喝多了意外落水的倒霉打工人。按照马叔说的，我将手里布偶替身扔了出去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布偶替身几秒钟的功夫就长成了我的模样，但不同的是，这个我却是醉醺醺的。只见我和刚才那个醉鬼干着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在护栏边呕吐时也跟着掉落下去。红衣女鬼从此以后肯定会误认为我已经淹死了。长长吐了口气，我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，坐在路边沿，充满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多亏今晚遇见了马叔，明天我得回去找他，问问叶漫漫的事。我去洗澡时，发现胸口的鬼脸印记已经消失了，人一放松下来就睡得特别快，我几乎是一沾枕头就睡了个昏天黑地。
你这是干什么？收下吧，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帮到你什么，要躲过陆小娜的追踪不难，难的是要弄清楚你不听剑英的原因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想跟你打听另外一件事。那是鬼域，通常只有在万人坑、古战场、古刑场一类的地方才会出现，是由强大的煞气和许多鬼魂一起组成的地方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型的阴间。你那位同学惨死在缅北，但他死后鬼魂又被缅北的恶鬼控制着，鬼域对他来说就是阴间的缅北园区。马叔，我该怎么做？你只是个普通人，你能做什么？就算是我这样的送阴人，碰到鬼域这种级别的阴物，也只能躲着走。小周，你想救他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这事儿不是你和我能管的。我还想开口，这时却有新的顾客来了，马叔便专心接客，不再看我。大虎来了，想吃什么马叔送你。马老哥，这一片最近好像出了骗子，连小孩的衣服都骗。我上周给大虎买的1万块的小虎牌外套就被骗走了。小哥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纸钱和供奉？前天晚上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也没什么感谢的，这些东西你笑纳，以后缺点啥可以托梦给我，我给你烧。下次我想吃烧烤，带点啤酒，冰镇的。行。那女人留在你身上的阴气消失了，看来你找到了摆脱她的办法。我遇到了一个卖红薯的高人，他教了我一个办法，用替身布偶骗过去了。卖红薯的高人？你说的是老码头？你认识他？他算什么高人？当初他想除掉我，被我赶走了。你比马叔厉害。他也就红薯烤的还行，送阴的本事吗？一般。他如果厉害，怎么没看出来你身上少了一样东西？哥，我好胳膊好腿的，我可没缺啥。你一个活人，每晚和我们这些阴间的人打交道，你还说自己没缺东西？我立刻意识到，小哥的意思是我身上少了东西，所以最近才频繁撞鬼。我赶紧请教他，问自己少了什么。你的阳火没问题，身体也没问题，但你丢了一缕魂，你没意识到吗？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周一啊。你老家哪儿的？翻斗大街翻斗花园2号楼1001室。以后有鬼问你地址和名字，别回答。我知道，这不你也不是啥外鬼吗？还挺自来熟。我再问你，你家里人长什么样？你想得起来吗？我怎么可能会想不起家人的长相？但下一秒我就懵了，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想不起奶奶长啥样了。她是我相依为命的亲人，在我高2那年，奶奶去世了，从此我就是一个人。可我现在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她的长相了。我想不起来，我记不清他们的样子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丢了一缕魂，当然记不清了。少了魂的肉身，最容易被阴物侵占，所以你就成了一些恶鬼眼里的肥肉。比如我，只要我愿意，我现在就可以侵入你的身体。别侵入我的身体了呗，这样太暧昧了，哥。妈操！我就不该搭理你，你小子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魂丢在什么地方了吧。人丢魂通常都是受了惊吓，你回忆回忆，最近一次受到惊吓是什么时候？想不起来。你是这2天才被阴物盯上的，而且你目前阳火旺盛，说明你丢魂的时间并不长，最多也就半个月内，你怎么会想不起来？别说半个月，半年我都想了。我受到过最大的惊吓就是订单超时。那我无能为力了。周姨，别说我做鬼无情，等你死了，如果变成鬼，可以来投靠我，到时候你上白班，我上晚班。都变成鬼了还要上班，而且还让我一个鬼上白班，一时间我悲痛欲绝。行了，也别哭丧个脸，既然你请我吃饭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。我知道一个人，你去找他，就说是我介绍的，或许他能救你。我叫叶竹，你提我的名字，他就知道了。请问张成楼先生在家吗？不在，我们今天不营业，你别进来。那张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等的人到了吧？到了，跟您说的一样，穿着白 T 恤、牛仔裤，手里还提了个大红色塑料袋。白 T 恤、牛仔裤，提着大红色塑料袋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师傅，你回来了。我没收你做徒弟，别瞎叫师傅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收我为徒的。张大师，你好，我是……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丢了魂，而且刚丢不久，身上还有阴气，最近频繁撞鬼吧？对。我昨天清晨给祖师爷上香，香断了，于是我焚香沐浴，占了一卦，卦象显示今日午时有青年男子，上穿白，下着黑，手执红，携烟酒之物自东方来。大师，您什么都知道，那您一定有办法救我。我既然特意等你，自然要救你。不过救你之前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做我的徒弟。什么？师傅，你要收这个穿着盗版 AJ 的小子为徒？你不是我徒弟，别叫我师傅。我已经跟在您身边1年了，为什么不肯收我？小韩，你的面相福禄寿俱全，八字里财库丰盈，晚年子息鼎盛，你是天生的富贵命。而我们送阴这行的人，命里都是消煞横行，我们是迫不得已
才会入玄门，否则性命堪忧。你看他印堂凹陷发黑，鼻尖灰暗，体格单薄，长大齿壮，末端发青，注定一生贫困，多灾多难，而且刑期克子，六亲无靠。他这样的人才适合当送阴人。小韩倒是不哭了，但我懵了。大师，你只看我的面相，不至于把我说的一无是处吧？你是不是从小就没有父母？是，我生下来有怪病，所以被扔了。你虽然没有结婚，但至今为止，你喜欢的、愿意和你亲近的姑娘，是否都没有好下场？我一愣，想起了叶曼曼，可我也没有孩子。你养过宠物吗？你真心对待的宠物，在命理学上也会列入子女宫。我刚想说没有，就想起了几年前我救下一只流浪猫，并且养出了感情。突然有一天它失踪了，再出现时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见我不再开口，张成楼才继续道：做我的徒弟，学习诵阴的本事，渡冤魂恶鬼，积累福德，就能化解你命中的晦气。否则，即便我这次帮你找回魂，未来也还有无数祸事在等着你，你自己考虑吧。我学，师傅，我愿意做您的徒弟。太好了，我们这一脉终于又有传人了。小子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疑惑，等拜过祖师后，我都会告诉你。有事已到，咱们别误了吉时。这就是祖师爷，怎么有点像包公？没错，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包公。跪下吧，祖师在上，弟子张成楼，今喜遇有缘人周仪，欲收周仪为徒，特请祖师恩准。香燃尽，烟拂灭，祖师同意收你入门，快给祖师磕3个头。哎，乖徒弟，走，还有一个仪式要举行。过去，啐他一口。师傅，这个罐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面关着你大师兄。知道我们的祖师为什么是包公吗？包公清正廉明，为民请冤，铁面无私。他白天在人间为官，晚上去地府坐堂，是时候直接在下面当了阎王爷。我们送阴人供奉的都是阎王爷，但阎王有10殿，传承不同，供奉的阎王也不同。祖师乃审判鬼魂冤情、清廉无私的阎王，所以我们这一脉就有了3大规矩：第一，鬼怪有善恶，善者送生，恶者诛灭；第二，不能借送阴的本领，敛财作恶；第三，不得欺师灭祖，辱没师门。周仪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呢？当年我收你大师兄入门时，看走了眼，他天赋很高，本事很快就盖过我。在那之后，他便利欲熏心，不分善恶，为虎作伥。后来我祭出压箱底的本事，才亲手了解他。周仪，如果你敢坏规矩，那您也了解我，然后在这儿再摆一个罐子。周仪，我现在要出门3天，店铺你看，等我办完事回来，就替你找回丢失的魂。还有每晚11点，要在店门口挂起一盏青色的灯笼。这里离殡仪馆很近，又是丧葬用品街，所以到了晚上，进店里来的不一定是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可能会有阴物进店来？你只要挂上那盏灯笼，那些阴物看了就不会进来买东西。师傅仔细交代完，最后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已经是10点半了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刚挂完灯笼，回到柜台，店门口就冒出个人来。老板，你这里有蜡烛吗？我想买2根蜡烛。没有蜡烛。你身后不就是蜡烛吗？我想买2根蜡烛。这些蜡烛被其他人订了，你去别的店铺买吧。其他店里是假货，点不燃。你这里的蜡烛是真的。真不行，这些蜡烛已经卖给别人了。师傅说过，只要挂上灯笼，阴物就知道今晚不卖东西。如果有阴物，讨价还价，非要买卖。只要我这个店主人不松口，不招呼他们进来，他们就进不来。没有蜡烛，路上好黑，好黑呀，什么都看不见。看来人死后，阴魂上路需要走过一段很黑的路，所以他们喜欢蜡烛。正想着，我一抬头，却吓了一跳，明明已经离开的哥们，居然又出现在门口。老板，有人找你买蜡烛，我带来了。老板，我要买4根蜡烛。血红色的眼睛是凶煞，没蜡烛了。我紧张的拒绝，但让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浑身是血的孕妇居然抬脚进入了店铺。小老板要4根。师傅说过，挂了灯笼，正常的阴物是不会进店铺的。如果有阴物强行进入，别和对方杠，要什么就卖什么，但一定得收费。人和鬼做生意必须钱货两清，阴阳互不相欠。如果让阴物免费从手里拿走货，就是在拿走自己的福气。你好，蜡烛是2块钱一根，4根一共8块。我的钱怎么没了？没钱，没钱可不能卖，他会不会直接抢？小老板，我要先送孩子上路，来不及了，把蜡烛赊给我。师傅也没告诉我能赊账，和鬼打交道的事，我可不敢乱来。不行，咱们各有各的规矩。我可以替你办一件事，你把蜡烛赊给我，不要影响我的孩子上路。女鬼替我办事，我瞬间有些心动。你能替我办什么事？你恨的人，我帮你惩罚他。
杨磊，我脑中第一时间就浮现出了他的名字。杨磊大学毕业后就回家继承家业，现在是安阳市最大连锁酒店的老总。我一个普通打工人是无法找他报仇的，但如果是鬼的话，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被我毙掉了。和鹦鹉做交易，让他帮我报仇，是否违背了门规？我不确定，于是只能再次拒绝。来不及了，快上路吧。好吧，没蜡烛好黑，我可怜的宝宝。要生了，你要忍住，生下来孩子不能上路，要忍住。我站在柜台处看着这一幕，内心觉得不忍。孩子不能上路是什么意思？蜡烛对你们很重要吗？他是凶煞，不能上路，但他的孩子可以上路，有蜡烛，上路快。也不知道帮你们究竟对不对，你们快点上路吧。小老板，谢谢你，好人会有好报。我看到了，宝宝，你可以上路了。很快他们就消失了，周围恢复了平静。我一屁股坐在店门口的石阶上，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。师傅临走时再三嘱咐说不能让鬼欠账，否则会带走我的福气。我命不好，六亲缘浅，贫困孤苦，本来就没多少福气，正叹气呢，街头处又走过来一个阿姨，我紧张起来，可别又来个赊账的鬼。不过等她靠近后，我认出来她是李氏古法寿衣铺的老板，和我师傅是好朋友。你给他们赊账了？我看他们太可怜了，可怜的游魂野鬼太多，你有多少福气可以赊欠出去？哎，难怪老张会收你为徒，你和他倒是像面冷心软的。师傅也经常给鹦鹉赊账，不然呢？你师傅道行挺高，就是心太软了，否则也不会才50出头就……不说了。您说我师傅才50岁就怎么样？我有些急，难道师傅有什么事？我问完，李阿姨却不肯回答，而是转移了话题，嘱咐我要听师傅的话，不许再赊账。说完便回他自己的店里去了。第二天去公司办完离职，回店时已下午2点，生意冷清，我便翻起柜台上的风水命理书，挑出几本入门书读，近看得入迷。等饿得肚子叫时，回过神来天已经黑了，一抬头，我吓了一跳，门口居然站了个人，确切的说是吊着一个人。那是个老头，干瘦的，双脚离地，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绳索在吊着他的脖子。老头舌头伸出一截，手脚朝下耷拉着，一双木然空洞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也不知看了我多久。你挂我门口干什么？不出意外，这肯定是个吊死鬼，难不成也要买蜡烛？老头的眼睛不是白色，也不是红色，接近活人的状态，只是比较呆滞，应该只是普通的孤魂野鬼。你是周一曼？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是刻意来找我的。我打量老头的模样，确定自己不认识这号人。你找周姨干什么？救业主。业主怎么了？他不是在看大门吗？业主进去了制药2厂，里面很恐怖，天亮之前救他出来，不然他会很惨。保安小哥进了制药2厂，我之前问过他关于2厂的事，但他说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我。怎么才2天的功夫他就遇险了？好，我去救他。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2厂里面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那他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昨晚。他为什么进去？不知道。是他让你来找我的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找我？业主是好人，我听他提起过，周姨给他祭品，汉堡、可乐、汉堡，他说周姨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小伙子。如果没有保安小哥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必须得救他。我立刻给师傅打电话，想问他该怎么救鬼，但电话打不通。师傅临走时说过，他去的地方是山区，信号时断时续。着急间，我想到了李阿姨，于是立刻出门，顺着街道往前走。他有一把剪刀，很厉害，我不敢进去。周姨，我得走了，你有空可以祭祀我吗？我想喝点2锅头。啊，行。我走进寿衣铺，李阿姨正在接待顾客，她在做生意，我也没法打断，只能等在一旁。小周，下午看你都没出店门，在店里干啥呢？我在店里翻师傅的书，一看就忘了时间。不错不错，是个好学的孩子。吃饭了没有？阿姨请你吃饭。阿姨，谢谢你，我吃过了。我有事找您帮忙。哦，什么事？您知道新北制药2厂吗？你问那地方做什么？我有个朋友进去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对了，他是鬼，不是人。和鬼做朋友倒是稀奇。小周，新北制药2厂当年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，死了很多人，是个阴煞之地，那地方人不敢进去，鬼也不敢进去。你交的什么朋友？怎么跑那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今晚如果不救他出来，恐怕他会魂飞魄散。李阿姨，你能不能给我指条路？我该怎么救他？小周，人鬼殊途，人和鬼不能做朋友。我不会帮你，也劝你不要听信鬼话，这些脏东西最会骗人。他是鬼，可他是个好鬼，还救过我的命。小周，非去不可吗？如果不去，我以后都会良心不安。阿姨，我知道自己还没学成本事，但我非去不可。李阿姨没再阻止，而是走到柜台后，摸出了一把黑色的剪刀。这是一件法器，可以剪鬼，但你是个普通人，每使用一次剪刀就会伤一次气运，
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。阿姨，谢谢你。等下周一穿上这件衣服可以盖住活人的阳气，伪装成阴物。记住，那制药二厂是个阴煞之地，天亮之前如果不能带着你朋友逃出来，你们就会永远被困在那儿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阿姨。我也不敢耽误，立刻收拾东西出发。到制药二厂时是晚上的11点多，周围黑乎乎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小哥，我冲破旧的保安亭喊道。保安亭没有响应，我看向后面的厂房，它如同蹲在黑暗中的怪物，一眼看过去就让我感到庞大。恐惧和压抑仿佛一靠近就会被吞没。我没犹豫，翻过了制药二厂的铁栅栏，穿过黑暗空旷的广场，直接摸到了厂房门口。我将李阿姨给我的衣服套在外面，然后推开厂房的大门。之前我查过制药二厂的信息，对这里的结构有大致了解。药厂总共3层，外加1层地下室。进去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温度骤降，冷，阴冷。这地方果然阴气重，周围异常安静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。通常厂房旁边就是员工宿舍，厂房1楼是食堂和仓库，其余地方则是生产和办公区域。保安小哥会在哪呢？业主，我轻声开口，食堂里的声音突然停了，四周陷入诡异的安静。下一秒，食堂响起了脚步声，声音朝着门口走来。我心里一惊，右手伸进裤兜，握紧了剪刀。没有瞳孔，眼珠子是灰白色的，竟然是只厉鬼。对，新员工。食堂要1点才开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工牌，不小心落在了工位上。去拿工牌。去，这就去。我不得不往2楼走。整个过程中，男人的头一直探出门外，视线跟着我移动，那种阴冷恐怖的注视感让人浑身发毛。我硬着头皮上2楼，一直到楼梯拐角处，那恐怖的注视感才消失。我背靠着墙，紧张的喘息，额头一层冷汗。事到如今，只能继续上了。我稍微平复了心脏，鼓起勇气摸到2楼。手电筒扫过2楼的空间，一种诡异感油然而生。不是说发生过火灾吗？2楼应该是一片废墟，可现在我眼前是个完整的工厂，一条条流水线均匀地分布着，机器甚至还在运转，但这里没有一个人。不对，有人。当我走到第6条流水线时，一道道人影出现在我眼中，男女都有，他们浑身散发着黑气，面无表情地站在工位上，手里快速动作着。我的手电筒打过去时，他们停下手里的动作，齐刷刷看向我。我吓了一跳，万幸的是，他们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对我似乎没兴趣，又开始专注自己手里的活。他们的眼睛和活人差不多，应该不是厉鬼，没什么能力。原来这些死在工厂里的人依然在工作，这是一个鬼工厂。保安小哥进来做什么呢？我不敢再惊动他们，猫手猫脚继续往前走。整个2楼充斥着阴冷的雾气，很快我就将2层厂房摸了大半，没发现保安小哥。就在我打算摸去3楼时，旁边的厕所里突然传出动静。一个矮胖穿着工装服戴着工装帽的男人从厕所里走了出来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哪条线的？哪条线？看样子他和食堂的男人一样，把我当成厂里员工了。9号线。入职的时候有没有培训过你？离开工位前必须向领导打报告，私自离开就要接受惩罚。他说完，双手突然往我肩上一搭，瞬间我整个人动弹不得，像是被冻僵了一样。我恐惧极了，因为这时我根本拔不出剪刀，而男人则用手抓住我的衣领，开始将我往前流水线拖。我浑身僵硬的被拖到9号流水线。流水线最前端是个铁料口，2个滚轮交错转动着，这要是不小心把手伸进去，或者把脑袋伸进去，不得被压扁了。不服从管理，这就是下场。你敢推主管，扣你工资。扣你妹的工资，我上早八的。我要扣光你的工资，把你送到食堂，冻在冰柜里，过年包饺子。我拔腿就往2楼的出口跑，男人在身后追，带起一阵阴冷的雾气。其余鬼魂麻木注视着我们，但没有离开工位。我狂奔下楼，刚到转角口的位置就懵了，因为食堂那个男人居然没回去。他出来了，他不仅出来了，而且还在大厅闲逛。他浑身是血，一手提着菜刀，一手拽着一条人腿，工装裤、防爆靴，他拖着的不就是保安小哥吗？我要扣你工资。你居然带着武器，你是人，你是活人，我要吃了你。看来一场恶战免不了，先救了业主再说。原来你不是新员工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救你，一个吊死鬼老头传的话。
是刘老头，他真是多事。此时我感觉我的状态不太对劲，我手里拿着剪刀，手和腿直哆嗦，应该是刚才使用了2次剪刀，我的精气神似乎被抽走大半，这会儿整个人都浑身发软，有些像低血糖的反应。而此时主管和厨师已经会合，2只厉鬼都被我激怒了，浑身黑气直冒，同时朝我和小哥飞扑过来。快跑！但他不是往大门口跑，而是往地下室的楼梯口跑。错了，出口在那边。那不是出口，跟我走。小哥带着我跑到负1楼，他对这里似乎很熟悉，直接推开了一道门。我跟着进去后，把将门反锁了。借着手电筒的灯光，我发现这应该是个杂物室。他们是鬼，咱这么躲着有用吗？不是躲他们，是躲……好像是那个主管的声音。难道是那个厨师？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嘘。在里面吗？我要进来了。下一秒，反锁的大门居然嘎吱一声自己打开了。由于躲在角落处，我的视野只能透过杂物的空隙往外看，因此我只能看见门口位置。他的眼睛看着和活人没什么区别，似乎只是普通的游魂野鬼。但我知道不可能，马叔说过，一些特别厉害的鬼是可以伪装自己的。随着我视线往下看，突然发现那双腿下面没有脚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关不掉？没用的。我知道是要硬刚，立刻也起身准备加入战斗。但诡异的是，起身后我发现前方根本没人，只有保安小哥站在前方的空地处。你藏在这里，这次不会让你跑掉了。你先跑。瞬间，业主完全变了副模样，他身上的保安服消失了，变成一个黑乎乎的人形焦炭，空气中飘散起浓郁的烤肉香味。我肚子咕噜一叫，我去，我这时候居然饿了。此时我突然发现女鬼身上散发出的竟不是黑色的阴气，而是一种红色的雾气，它和保安小哥僵持在一起，形成了黑气和红气的互冲。你好香啊，我要吃了你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吃了你吧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美味的食物。快跑，还站着干什么？找死！你们不可能走得到了，乖乖成为我的食物吧。谁？小老板，我来还债了。小老板还债？这个声音难道是？悠悠的绿光出现在门口，一个穿着孕妇裙的女人缓缓走了出来，她手里还举着一根蜡烛，果然就是昨晚那个孕妇。借着烛光，只见包臀裙女鬼迅速飘到了角落处，她周身红雾收敛，脸上诡异的笑容缓缓收起，目光盯着孕妇，如临大敌。你的帮手？应该是吧。于是保安小哥二话不说，一拽我的手就往门口跑。包臀裙见此，瞬间发难。别想跑！小老板，我来还债，你们走吧。没想到昨晚一个善举，今天居然换来一个帮手。我和保安小哥此时已经跑到门外，转身看去，孕妇和包臀裙女鬼全都露出了死相。马叔说过，鬼有3种相，一是生前相，就是鬼活着时的形象，比如保安小哥平时见我的模样；二是死相，就是死后的模样，比如小哥现在的焦炭状；三是恶相，是因为为了吓人故意幻化出来的各种的恐怖模样。此时2只死活的鬼让整个房间阴气弥漫。保安小哥恢复了生前相，他冲孕妇喊道：“你行不行？”你们走，我拖住他。姐，多谢你了。我没犹豫，立刻往外跑。孕妇来还债，冒险救我，这种时候我不能婆婆妈妈的拖后腿。保安小哥也紧跟我，但却一句话不说。等到1楼的出口处，我突然明白他刚才为什么要带我往地下室跑了，因为大门后面居然不是来时的广场，而是一片黑暗的废墟，火烧的痕迹很明显。哎，我外套怎么没了？算了，先逃出去再说。由于手电筒不能使用了，所以此刻我是用手机照明的。借着微弱的光线，我看到废墟里有几具黑乎乎的焦尸，目光看过去的瞬间，他们缓缓爬了起来。这些也是鬼。下意识的我想退回大厅，但一转身却发现身后的大门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堵黑漆漆的墙。完了，我们被困住了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？你的阳火开始变弱了，那把剪刀
消耗你太多精气，千万不能再用。接下来一切交给我。话音落地，保安小哥再次变身，化作一具焦尸，浑身阴气缠绕。下一秒，他朝对面的焦尸冲了过去，一拳击中，焦尸灰飞烟灭。他手下不停，一拳接一拳，他们明显不是保安小哥的对手。很快，10几具焦尸就消失无踪。但这片黑暗的废墟依旧存在，我们还是被困在了鬼打墙里。这里是个阴煞地，既能吞噬阴物，又能滋养阴物，所以这地方有很多可怕的存在。现在我们被困住了。现在困住我们的是很厉害的鬼。你不该来这的。那老头说，你天亮前不出去，就会魂飞魄散，是真的吗？他没有反驳，看来吊死鬼老头并没有传假消息。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得想办法离开这儿。说话间，我们走到了废墟的尽头，尽头处依旧是一堵黑乎乎的墙，墙上布满黑色的灰烬。微弱的光线下，这些灰烬构成了许多扭曲的人脸，在黑暗中诡异地注视着我们。小哥盯着石墙，思索片刻，忽然看向我手里的剪刀。你手里是玄门法器，看样子你有了新的际遇。我一愣，也不隐瞒，迅速说了自己拜张成楼为师，找李阿姨借剪刀的事。没想到张成楼会收你为徒。你跟我师父很熟？算是吧，他当年想管制药2厂的事，是我阻止了他，也算间接救了他一命，所以你师父会给我几分面子。没想到保安小哥和师父之间还有这层渊源。鬼打墙也分3、6、9等，普通的鬼打墙根本困不住我，但这个比我强，我出不去，得靠你了。我该怎么做？周姨，你信我吗？我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了，你说呢？好，要想离开这儿，必须打开一个出口。你虽然阳火微弱，但毕竟是活人，活人的肉身其实就是一件原始法器，所以要用我的肉身，用洋人的血，通5窍6识。你按照我的方法，或许我们可以有一线生机。接着，在小哥的指引下，我先剪下了自己的一撮头发，然后点燃，烧成灰后，朝保安小哥吹过去，发灰扑过去，就成了一条头发丝细的绳子，系在了保安小哥的左手上，而绳子的另一头似乎是连接着我的后脑勺。紧接着，我咬破食指取血，分别抹在双耳后、双眼上、鼻翼两侧、上下唇，最后一点点在了印堂的位置。闭上眼，并除杂念，我会和你一起。我闭上眼，慢慢的，周围安静了下来，安静到连我自己的呼吸似乎都消失了。随着杂念并除，周围又逐渐热闹起来。我听到了很多声音，有人在窃窃私语，有人在嘻嘻哈哈，有人在呜呜哭嚎，还有皮肉开裂的声音。睁眼，我跟着睁眼，吃惊的发现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，不是废墟，居然还在负1楼。别回头，往前走。保安小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虽然没有光，但我的眼睛居然能在黑暗中视物，只是比较模糊，所有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血光。我看见周围的墙壁上，甚至脚下的地面，一只纸人手，一张张鬼脸正挣扎着伸出来。别走啊，留下来陪我们。嘻嘻，你逃不掉的。抓住他，抓住他！从地下伸出的鬼手朝着我小腿抓来，但我的手指一直在流血，滴落的血液成了武器，落下的地方，鬼手立刻缩回地下。周姨，停下！不对，出问题了，不能再往前走，你先回来。我没动，心跳如泪，脑子里闪过保安小哥最后的嘱咐：睁眼之后，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看见任何场景，都不要回头，往前走，别回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没有停，继续往前走。突然，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。周姨，别再往前走了，前面危险。我垂下眼，瞥见抓住我胳膊的手干瘦，有锋利的指甲，如我猜测的那般，果然是因我制造的幻想，想引诱我回头。我按照小哥的嘱咐，不回话，也不搭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但下一秒，他突然从身后抱住我。周姨，你信我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真的不能往前走了。一股巨大的腥臭味从身后传来，有什么黏糊糊的液体顺着身后的东西滑落到我的脖梗里。他绝对不是保安小哥。冷静，我要冷静。马叔说了，阴物最爱吓人，因为受到惊吓的人阳火会变弱，魂魄会不安，这时候阴物才好下手。我拖着背后的东西，继续目不斜视地往前走。你怎么不上当呢？紧接着，一条滑腻腻、冷冰冰的东西开始舔我后脖子，像是一条肿胀的舌头。早八的，你舔的坤毛啊！我忍着恶心，继续往前走。身后抱着我的东西，舌头逐渐伸到前面来，就在我脖子和下巴处缩来缩去，腥臭味更浓，像一条死鱼塞进了我的鼻孔里。滑腻腻的舌头继续往上爬，然后开始舔我的嘴。我只能在心里默念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鬼没有实体，他们只能迷惑人的五感六识，所有的气味，所有的触感都是假的。忍住！在我到楼梯口时，身后的鬼仿佛受到某种惊吓，瞬间消失。我松了口气，地下室通往1楼的楼梯就在眼前。走进楼梯间，我发现楼梯上全是血，滑腻腻的血，血里还混杂着碎肉、眼球、头发。就在我准备上楼时，背后突然传出哭声。哥哥，你可以带我出去吗？
这地方当然不可能有正常的小女孩，很明显也是脏东西。我当作没看见，准备继续往上走。我是来找妈妈的，我妈妈在这里上班。大哥哥，你能带我去找她吗？我抬脚上楼，直接将小女孩抛在身后，任凭她说什么也不搭理。我快走出楼梯口时，小女孩的身影突然又出现在前方。来啊，大哥哥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。大哥哥，你来呀，上来呀，谢谢。这种明显的引诱让我一时间不敢上前。就在此时，我脑后再次传来一阵凉意，像注入了提神醒脑剂似的。我瞬间清醒，是保安小哥在提醒我。二话不说，我再次前进。1楼大厅到了，我视线立刻看向大门口，隔着大门隐约能看见外界的灯光。只要出了这扇门，就算是逃出去了。我立刻朝出口处狂奔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身后再次传来一个声音：小老板，带上我。你放走了他们，那你就留下来陪我吧。小老板，带上我，带我离开这儿。谢谢，妈妈真厉害，妈妈加油。那包臀裙就是他妈妈。我下意识握住手里的剪刀，身后的一切究竟是真是假？这狗能震慑住他们，趁这个机会，快出去！出了大门的瞬间，保安小哥显现出身形，紧跟在他身边的居然还有手持蜡烛的孕妇。你没事？孕妇面无表情，没回话，目光呆滞地看向某个地方。我们运气不错，居然遇上了小白。小白，狗的名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出去再说。小白是以前厂子里的看门狗，当初也死了。这地方阴煞聚集，所以当时死去的生命、鬼魂都一直被困此处。小白虽然厉害，但不常出现。今天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不会这么顺利逃出来。说话间，小哥看向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想说什么？你不该来救我。如果见死不救，忘恩负义，我成什么人了？想到这儿，我立刻转身，冲孕妇鞠了一躬。大姐，今晚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我的债还完了。还完了？那我该走了。他是凶煞，点再多蜡烛也找不到路的。不能上路的凶煞会怎么样？会在阳间游荡、寻觅、东躲西藏，忍受风吹日晒之苦，然后慢慢变成厉鬼。厉鬼没有善恶之分，只会根据本能行事。比如他如果变成厉鬼，他很可能会喜欢缠着孕妇。不能让他变成厉鬼。他能不能变成厉鬼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周姨，这次多谢你。不客气。不过小哥，咱俩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得回答我2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药厂是怎么回事？第二，你为什么要进去？这药厂建立时风水就有问题，那场意外事故死了30多人，瞬间就让这里成了阴煞地。阴煞之气不断滋养着这里的鬼魂，也不断吞噬着其他鬼魂。之前你遇见的那个红衣女鬼，我之所以能轻松对付，就是因为我可以借用阴煞之地的力量。难怪他对付红衣女鬼时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在制药厂里却很狼狈。在制药厂，小哥可以借用阴煞力，别的鬼也可以，所以在药厂里面他自然就没什么优势。至于药厂，我不是自己进去的，是被一个东西抓进去的。那东西，至于药厂，我不是自己进去的，是被一个东西抓进去的。那东西一直潜伏在药厂深处，但前天晚上他居然出来了。我守在门口，试图阻止他，结果被他抓了进去。好不容易从他手里逃脱，又被那食堂鬼捉住。按照小哥的说法，将他抓进去的是一张古怪的人皮，那人皮是10多年前进入制药2厂的，从此再没有出来过。而小哥之所以没变成包臀群那样的厉鬼，是因为事情发生后没多久，有一个高人来到此处，那高人用自己的道行护住了小哥的鬼魂。作为回报，他交给小哥一个任务，那就是看守制药2厂，不让里面的东西出来，也不让外面的东西进去。于是20年来，小哥便一直守在保安亭。安阳市里搞玄学、走阴门的人都知道这地方有个看门鬼，这也是小哥会认识师傅和马叔的原因。你难道要一直守在这里？我能保住自己的神智，没有变成厉鬼，已经是万幸。开门就开门吧，周姨，这次多谢你，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尽管找我。不过现在你太虚弱，该回去了。保安小哥一说，我才感受到了我身体的虚弱，我也不敢耽误，立刻打车回到店里。这一觉一直睡到第2天下午，起来时在镜子前一照，眼下青黑，印堂凹陷，一副大限将至的模样。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师傅打来的。我试着回拨过去，一下子就通了。裁缝里把事情都告诉我了，你小子还没开始学本事，就敢去制药2厂那种阴煞地，我马上就到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。我懵了，没想到师傅因为我的事居然提前回来了。我立刻收拾洗漱，然后跪到祖师爷的神像前。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小子，算你机灵，再有下次，当心我拿着祖传戒尺打得你皮开肉绽。算了，别跪了，起来跟我去个地方。谢谢师傅，您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干这种自不量力的事了。咱们是去哪儿？带你去看病，你这精气神都快被掏空了。阿花，看看我的小徒弟，这孩子被掏空了。
衣服裤子脱了。好好。随后我脱的只剩下一条裤衩。全脱。这不好吧？我要给你施针，拔除阴气，屁股蛋子上也有穴位，我的年纪都可以生一个你出来了，害羞什么？快脱。然后我趴到床上，什么也没问，就开始针灸了。针灸不疼，只是下针的地方有些麻。你身上阴气很重，而且精气也亏空的厉害，这几天遇上什么事了？他明显是师傅的朋友，我也就不隐瞒，将发生的事跟他说了。你胆子可真大，那只看门鬼我也听说过，据说他脾气很古怪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你居然能和他处成朋友。古怪吗？除了第一次见到保安小哥他有些冷漠外，没觉得古怪啊。多善良的保安啊！他是个善良、勇敢、特别讲义气的鬼。花医生，你对他可能有什么误会？是吗？难道我听见的传闻是假的？什么传闻？小周，忍住，马上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快憋不住了。憋着，等我撤了最后一针，你再去。说话间，他捏住屁股蛋子下方那根针，一会儿弹，一会儿压，在我快要喷涌而出时，终于取针。厕所出门左拐。我发誓，这辈子也没拉过这么臭的屎，不像正常的屎臭，更像是腐臭。从厕所出去后，我人虽然是软的，但精神却好多了。离开诊所，我以为是要回店里，没想到师傅却问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在哪里。师傅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找你丢失的魂。师傅，弟子何德何能，值得您对我这么好？师傅对徒弟好，天经地义。这话是你师爷当年跟我说的。师爷就是您的师傅。原来师傅和我一样无亲无故，年少时差点饿死街头。师爷见他面相凄苦，说为有入玄门才能改命。师傅只为讨口饭吃，却意外得到了一个父亲。师爷供他吃穿，授他本领。师傅曾惶恐地问为何待他这么好，师爷只说师傅对徒弟好，天经地义。周姨，送阴这一行想赚钱太容易了，咱们有很多同行赚得盆满钵满，他们的弟子也一个个开豪车住别墅，但武店送阴这一脉不能靠送阴敛财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武店的弟子。你跟着我这个师傅注定要受苦了，日后会后悔吗？您说过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傅，我绝不后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学本事，将咱们这一脉传承下去。谈话间已经到了公司楼下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做法吗？肯定是博眼球，估计在拍短视频。没看到机位啊，还拿出香了，莫非是传说中的林正英？一点真灵透，速传音讯来，灵石开。这瞬间，我只觉得印堂、双眼、耳朵、鼻腔全都开始发热，并且越来越热。这瞬间，眼前的人流、声音全都变得十分遥远。不对，周围的环境怎么变了？视线模糊中，我居然看到了自己。车，我脱口而出。看见什么了？出租车。我看见自己坐在一辆出租车上，出租车和眼前的人流叠加在一起，仿佛两个空间重合。这些声音嘈杂的交织在一起，但我此刻只能听到一阵歌声，是出租车司机在哼歌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好好的妈妈傻傻的仔细洗碗。我坐在车后，神情木讷，只能看见出租车司机的侧脸，他的脸是青色的，根本不是活人。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，我上周打过一次出租，魂还在那辆车上。我平时根本舍不得打出租，但上周二公司临时检查，下班比平时晚2个钟头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我在站台等公交，一辆出租车主动停靠到我旁边，问我走吗？鬼使神差的，我居然上车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发生了什么？我只记得上车后，那司机就一直在哼歌。至于在车上发生了什么，我又是怎么下的车，完全没印象。看来你的魂丢在了那辆车上。我回忆起司机青涩的脸，他绝对不是人。自己那天居然迷迷糊糊上了一辆鬼车。不对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丢魂，为什么也会撞鬼？你那天有没有遇见过死人？师傅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那天公司有个刚参加完葬礼的同事，当天我就和他聊了2句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当时的脸色好像不是很好看。这就对了，你的命格和气运属于最下等，忌讳探病和观丧，一沾染这些病丧晦气，会让你原本就差的气运变得更差，自然而然容易撞鬼。我上辈子估计是造了孽，这辈子得了个最下等的命。师傅弄明白原因后，已经有了主意，他让我继续端着香炉，然后集中意念，想着那辆车，因为我的魂在那辆车上，单独的魂是很脆弱的存在，又有司机守着，因此师傅不能按原计划直接给我招魂，否则
一旦惊动司机，那旅魂极可能受损。现在只能换一种方法，先用意念引香，将那辆出租车吸引出来。一旦车出现，你就坐上去，然后在心中默念自己的名字，念够81遍，魂就会归体。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师傅将方法告诉我后，我们便转移阵地，在附近找了个安静无人的街道。接着我按照师傅的指示，目光半合，盯着燃烧的香，脑海里想着那辆出租车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香的燃烧速度好像加快了。随着香燃烧太近，黑暗中突然出现一辆出租车，缓缓朝我驶来。走嘛！是个40岁左右的男人，比较肥胖。昏暗的路灯下，他整张脸都透着一股青涩。我目光往车后一瞥，就瞥见另一个我，端端正正的坐在车后，身上穿的还是上周二那套衣服，神情麻木而呆滞，仿佛一个人偶。走。去哪儿？黄泉街道大虎动画店。那地方远无，小伙子，干脆不打表吧，我算你便宜点，80给你送到。啊，行。小伙子，你手里端的是什么东西？师傅在香炉的香灰中做了特殊布置，关键时刻，这便是我应对那司机的后手，是打包的剩菜，是挺香的。周姨回来，周姨回来，周姨回来。随着我招魂，身边的那个我似乎逐渐有了意识，他神情不再麻木，渐渐放松下来。等81声招魂后，我忽然感觉心中一明，他成我，我成了他。旁边的魂在此刻直接消失，化成一缕白烟，钻入了我的印堂。这一瞬间，被我忘记的奶奶面貌再一次清晰起来，记忆恢复了，魂回体了。我松了口气，目光一转，猛然发现不对劲，车外的路怎么没有路灯？路上为什么只有我们一辆车？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10点15分，手机显示无信号。鬼知道他会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。师傅刚才交代了我一通各种应对方法，但没告诉我遇到这种不对路的情况该怎么办。或许我该要求下车，但外面这条路怎么看也不像正常的公路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我去，这车该不会开往阴间吧？我咽了咽口水，忍不住开口试探道：“司机大哥，这路我看着不太熟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”但司机不理我，继续哼着歌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，洗洗碗。司机大哥，靠边停一下！他依旧哼着歌不理我，我慌了，心知有变，心一横，看向手里的香炉，立刻抓了一把加料的香火，直接朝司机扬去。小兄弟，我们开车的时候不能吃饭，